灵异入侵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朝9晚5的生活枯燥而乏味，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夜晚窝在电脑前观看废墟探险直播。这类直播通常由几位大胆的探险主播负责，他们会深入废弃医院、废校、荒郊古厝，甚至是传闻中有灵异事件的老旧旅店，以第一人称视角带领观众身临其境，体验未知的恐惧。我特别喜欢一位名为星号豪哥星号的探险主播，他的风格沉稳，遇事冷静，直播时偶尔还会开玩笑化解紧张气氛，这让他的影片格外具有吸引力。然而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有一天，他的直播竟然会变成一场真正的灵异灾厄。那天晚上，我跟往常一样打开电脑，点进豪哥的直播频道。他这次的探险地点是一栋废弃已久的山区旅社，据说过去曾发生过一起离奇失踪案件，但并未查明真相，最后这栋旅社也因此荒废。直播开始后，豪哥拿着摄影机缓缓走进那栋被藤蔓吞噬的破旧大楼，门口的木门半开半掩，镜头随着他的脚步前进，破损的地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。当时聊天室的气氛相当热络，大家都在讨论这栋旅社的来历，有些人还说自己曾来过这里探险，感觉阴森的不太对劲。这地方真的毛毛的，兄弟们，有没有人在荧幕上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豪哥边走边低语道。突然，聊天室里刷出了一片惊恐的讯息表情符号，不高兴有人影。画面右上角，刚刚好像有东西闪过。靠！那不是豪哥的影子，但豪哥却完全没有察觉，仍旧自顾自地在房间里探索，甚至还调侃道：“你们别吓我啊，我可没看到。”然而，下一秒，荧幕中的影像发生了变化，一道模糊的脸突然贴在摄影机镜头前，漆黑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，嘴巴张开，发出沙哑而扭曲的声音：“我会来找你。”那瞬间，我的脑袋轰然作响，浑身的汗毛直竖，连忙伸脚踢掉电脑电源，荧幕瞬间黑掉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气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耳边仿佛还能听见那诡异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。当我鼓起勇气重新开机时，豪哥的直播已经中断，那部影片也被标记为无法观看。隔天，我立刻到豪哥的社群页面查看相关资讯，却发现留言区已经炸锅了。昨晚直播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鬼脸是特效还是真实事件？豪哥你怎么不说话？快出来解释啊！但豪哥迟迟没有回应，甚至没有再开直播，这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更诡异的是，那张脸开始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当我在办公室打报告时，荧幕闪过一道诡异的影像，我本能地往后一缩，心跳漏了一拍。当我搭电梯时，镜子里的自己竟然在微笑，而我的脸上却明明没有表情。晚上睡觉时，房间的窗户反射出一道模糊的人影，他站在我床边，低声呢喃着：“我会来找你。”我连续几天无法入睡，甚至开始害怕打开电脑。这一切难道和豪哥的直播有关？几天后，我终于联络到豪哥的一名助理，他告诉我一件可怕的事。豪哥在那场直播结束后，突然开始发高烧，精神恍惚，整天躺在床上，不愿意讲话，也无法进食。医院查不出病因，他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精气。后来，一名熟识的仙姑建议他前往钟馗庙，或许能查出原因。在庙里，主持的师傅看了豪哥一眼，脸色沉重地说：“你惹到山精鬼魅了。”原来，这类灵体常潜伏在深山古宅、废弃旅社中，他们无法离开原地，却会透过电子设备寻找适合的宿主，试图吸取人的阳气来修炼。豪哥的直播让他找到了出口，而我则因为过于专注观看，变成了另一个目标。师父准备了一场法事，请钟馗镇压这股邪气。在仪式进行时，豪哥突然尖叫，浑身抽搐，
口中吐出一团黑色雾气，雾气中似乎隐约浮现出一张模糊扭曲的脸。黑雾散去后，豪哥瘫软在地，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，但他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。还好来得及，师父擦了擦汗，语气严肃地告诫我们，以后不要再轻易观看这类灵异直播，尤其是鬼门开的时候。豪哥康复后，删除了那部影片，并宣布将无限期停播。而我则再也不敢在深夜观看灵异探险直播。但有时候，当我在深夜经过关闭的电脑荧幕时，总会觉得荧幕的倒影里似乎还站着某个人，静静地注视着我。我会来找你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。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